永恒之地翁法罗斯，三重命途交织缠绕的未知领域。它难以从外部被观测到，只有通过一庭之境才能窥见其中的奥秘。今天我们走进崩坏星穹铁道项目组，深入采访他们的创作经历，一起探寻阿基维利也未曾到过的神秘之境。那么，翁法罗斯作为星穹列车的下一站，可以请绍基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翁法罗斯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的双耳瓶一词，著名的潘多拉魔盒其实不是盒，就是一种双耳瓶。那翁法罗斯里面也会有像潘多拉魔盒一样充斥着痛苦、恐惧、嚎哭这样的人间灾祸吗？当然不至于如此悲观了。不过这个世界确实面临着一些危机，末日迫在眉睫，黑潮将吞没整个世界。可是即便如此，人们依然拥有希望。在预言当中流淌着黄金血的英雄将寻得火种，完成再创世的伟业。我们的开拓者也会随黄金翼一起踏上这段旅途。所谓黄金翼，就是体内流淌着黄金的英雄，对吗？是的，金色的神血象征着他们不凡。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有了一个致富的好思路。老婆饼配料里没有谁的老婆，黄金翼血脉中流淌的也不是真的黄金，但预言中末日降临却是翁法勒斯在劫难逃的宿命。创世的泰坦陷入癫狂，象征死亡的黑潮入侵，死亡的最终期限像一堵墙步步紧靠，压得所有人感到愈发烦躁。据我所知，最接近这个描述的概念叫 DDL。在翁法罗斯的制作过程中，最让你痛苦的记忆是什么？是记忆。为了拓展玩家的战斗体验呢，我们在这次的新版本中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记忆命图。记忆命图的特点就是每个角色都拥有名为异灵的召唤物，通过角色与召唤物之间的协同作战呢，开拓者们能够获得更加多元的战斗体验。听上去是不错，它痛苦在哪儿呢？光是回忆都很痛苦。我们游戏回合制战斗玩法呢，原本是我方有4名角色与敌人战斗，引入了异灵这样的新概念之后呢，我方队友就会有5名。那么代价呢？代价有3个，首先是底层逻辑的重构。新增一个出场角色并不是听上去那么简单，有相当多的角色和敌人的机制因此出现了错误，程序上一堆阴间逻辑绕来绕去，耗费了很多时间进行修改，也就是逻辑框架层面的修改。对的。代价之2是记忆命图的机制更新迭代，在不增加复杂度的前提下，我们想尽量的让游戏体验更有趣。阿格莱亚是第一个记忆命图角色，所以记忆命图的基本规则都是基于它进行迭代的，总共迭代过4次，阿格莱亚就重新做了4次。结合之前的底层框架重构呢，每一次都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代码改动。已经能够想象这是一场硬仗了。还有遇到过其他的困难吗？代价之3就是性能资源上的限制了，多一个异灵也就意味着要多加载一份资源，这也给美术同学带来了一些困难。那这又是怎么解决的呢？请他们多吃饭呗。虽然因为这个钱包瘪了不少。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倒也没紧迫到要提现的程度。我有一个致富的好思路，你感兴趣吗？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，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，从天而降的往往都是陷阱。突然请你吃饭的同事背后肯定有一个刁钻的不情之情，离奇消失的假期，领导画的大饼，反抗还是妥协啊？这是个问题。策划那边说，因为加了个异灵，导致美术设计这边多了点困难，想问问具体是怎么样的呢？策划说加了一个异灵，导致美术这边多了一点困难。大概是这样说的。是这样的，作为一款跨平台游戏，星穹铁道需要保证能够在手机、电脑、游戏机等各不相同的终端上流畅运行。这意味着每个角色能使用的资源是有限的，也就相当于带着镣铐进行创作。模型组、动作组、演出设计组各有各的限制，各组之间都在共享这些性能资源。也就是说，增加一个召唤物，相当于增加了不同组之间厮杀的激烈程度。没错，所有组都要不断的协调磨合，这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。举例来说，都砍过什么内容呢？头。虽然知道不太可能，姑且再延展一下，什么头？衣匠的头。作为一位追求美学的服装设计师，阿格莱亚的助手是一些被赋予了神性的人台，但正如前面所说，衣匠的刻画不能太过复杂，但缺少细节的头部又会显得乏味，于是我们就把衣匠改为如今的模样。真是奇思妙想，听上去创作一个角色确实需要克服不少的困难。最大的困难还是策划，需求一个比一个难搞。
最初，阿格拉雅的设计师同时带着好几名衣将，摆着不同的姿势，以不同的攻击动作向敌人发动自爆式攻击。听上去最先爆炸的不一定是衣将或敌人，而是玩家发热卡死的手机，还有冲向策划发动自爆式攻击的美术组。人类面对广阔的天地，往往感慨于自身的渺小。文明以水泥钢铁雕琢出的巨构，足以复现天地气魄的一角。当你沉醉在旋风城的威武时，转头又能在云石天宫中泡澡，谁又能想象这中间花费了多少心血，避了多少稿？翁法罗斯的场景是以什么样的思路构建的？翁法罗斯是一个英雄史诗的舞台，所以我们会围绕着史诗感、厚重感进行设计。相比之前世界的高科技氛围，我们认为古典的自然风格更能体现这种神性的概念，在体验上也会更加的新奇。最终确定这个世界是偏希腊风格的古典罗马形式，以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的概念搭建城市。也就是说，不仅是建筑本身十分巨大，地图的跨度也十分广阔。对的，翁法罗斯是目前最大跨度的地图，在地图的边缘，玩家还能看到其他地图的远景。其中最为突出的奇观是背负着太阳的富士泰坦，未来这些地方也会一一开放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并且用箱庭式的开发经验做出大世界的体感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挑战。是怎样的挑战呢？在兼顾跑图体验的前提下，要设计出有高低落差、层次丰富的地图会很有难度。比如我们的主城奥赫马，就是由一个威尼斯风格的集市和一个满是喷泉水池的大浴场组成。浴场文化的确很有罗马特色，想来是下了功夫的。是的，为了做翁法罗斯的地图，项目组同学研读了各种罗马相关的书籍，甚至我们还曾计划过去罗马进行实地考察。计划过，最后没有去成吗？公司并没有批，所以就退而求其次嘛。我国的东北澡堂又何尝不是一种浴场文化呢？所以你们是去了东北实地考察？也没有批，都没去过。1000种设计有1000种配色，1000人的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即便是对于同一事物，从一侧看见的真相也会不同于另外一侧。如何准确地向玩家传达信息，这是考验美术设计的时刻。在角色设计上，整体传达的是什么样的印象呢？翁法罗斯整体的美术风格都是往希腊罗马文明靠近的，比如这些敌人，在概念上锚定了石膏像、金色血液、桂冠这样的元素。配色方面也基本采用相关的印象颜色，以突出他们神圣庄严的感觉。所以这些敌人都是用蓝黑配色来表现庄严感。因为对应的是石膏像、金色血液和桂冠，我更倾向于说他们对应的配色是白金的。这不是蓝黑配色吗？这确实是一个白金配色的敌人，不过被误认为是蓝黑色也是有可能的。人类的眼睛会自适应环境光源，但也有可能因此产生颜色的误判。举例来说，之前网络上有一张很有名的蓝黑裙子图片，但很多人认为那张图的裙子是白金的。所以你只是把蓝黑配色误判为白金配色了？不，它就是白金的。你们可曾听过这样一个传说，在世界的某处摆放着一尊真理之口，商人在他面前宣称童叟无欺，情人在他面前宣誓天长地久，他能识破所有谎言，无论对方身份高低与否。今天我们就来仔细地验明他的真伪，说走就走。所以这个就是真理之口。准确的说，应该是真言诗口。我们基于现实文化原型中的一些传说和风俗，然后锚定一个玩法，基于这个主题方向做造型设计。比如说真理之口的传说，你把手放在他的嘴里，如果说谎的话就没办法拔出来。结合旋风城狮子图腾呢，我们做了这个真言诗口，可以当做测谎仪来使用。这种事情在现实中不可能吧？真实的模型呢也有同样的效果，你可以多说几句测试一下功能。1+1等于3，2加2等于5，所有大于5的基数都能写成3个质数之和。这个问题设置的难度曲线呢，你有做策划的天赋，你会被玩家喷爆。刚才美术老师说要对策划发动自爆式攻击，真说了吗？我现在这句话是谎话。坏了吗？你提了个悖论，他现在出 bug 了。他不是很想承认。顺带一提，我们游戏里也有收集 bug 的玩法。是来不及测试 bug， 所以让玩家帮忙找的意思吗？不，只是单纯的双关梗。bug 就是虫子的意思。
收集齐了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在地图里头看到收集到的所有虫子作为展览了。这个算动物表演的一种吗？我觉得不算。动物说了算。闭上眼睛，想象世界聚焦于你，聚光灯散发出璀璨的光晕，观众期待一场华丽的斗技。斗士的防御是世间最坚固的盾牌，攻击则是最强力的高能脉冲发射器。敌人咆哮着冲向斗士，迟滞的动作宛如慢放，不值一提。战斗已成定局，这声音并非人头落地，而是我空气投篮的回应。这就是声音的魔力。音频在游戏中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呢？音频是引起情绪共鸣的主要表现之一，它可以让玩家更沉浸在游戏的世界观中，引导玩家体验游戏的情绪，同时去强化游戏中这个世界观的真实性。为了保证音效的真实性，你们会跑到外星去取材吗？我们姑且将这个问题理解为如何制作出现实当中不存在的音效。首先是基于这个需求本身进行延伸和扩充，将它抽象为不同的概念，提取出对应声音的风格，然后再进行音效的制作。举例来说，我们的主角会在 3.0 觉醒记忆命途，但众所周知，主角失去了以前的所有记忆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抽象的概念。我们选用了粗暴的按下钢琴的声音，然后将机弦的夜晕拨除，仅保留琴键敲击的声音，用凌乱的钢琴声来象征人们的回忆，但原本的乐音不复存在，又暗含着某种失落感。在之后呢，我们也会为声音构建一套自成体系的世界观，甚至我们根据不同泰坦的设定，专门编写了一套泰坦语。这么细节的设计，会有人注意得到吗？不一定，大部分玩家对音频的认知不是那么深，只有在关掉音频之后，玩家才能意识到有一部分的体验被抽离了。这是因为音频本身的表达就比较内敛，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。不过，优秀的音频是可以跨越这些认知的，让完全不了解的玩家也有这个听起来很爽，就好像在电影院一样的感觉。这是我们一直努力追求的效果。也就是说，能让玩家意识到存在感的音频就是好音频。也不一定，这个的存在感也很强。开始了吗？哦，开始了。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应该至少已经是1年以后了。现在时间是2023年，皮多康尼刚刚完工，翁法罗斯即将启动。节目组准备了一个叫“时间胶囊”的企划，把现在的采访封存下来，留到未来再打开，看看这场跨越时空的交流会迸溅出怎样的火花。关于下一个世界，翁法罗斯现在进度怎么样？目前是刚刚起步的阶段，各种玩法点都在头脑风暴上。有什么比较核心的玩法吗？目前我们讨论下来，翁法罗斯最核心的玩法概念是回溯时间。开拓者可以借助泰坦欧洛尼斯的力量，将一个物体恢复到它之前的状态，比如修复倒塌的石柱，以通过被阻挡的区域，甚至开拓者还能穿越时空，从破落黑暗的末日年代，短暂的回到过去辉煌明亮的黄金年代。迫不及待想要玩到这样的内容了呢。的确，我们也觉得很兴奋，有很多难题等待着我们去攻克。关卡策划前几天还说要请我吃一顿大餐。那么在1年后，翁法罗斯的制作已经接近尾声了，你有什么想对1年后的自己说的吗？说实话，还是有点迷茫的，也有点害羞。那不如问一问1年后的自己，完成了翁法罗斯之后有什么感想？那么完成了翁法罗斯之后有什么感想吗？不要去吃策划请的那顿饭，不要答应策划的任何要求。听上去怨气很大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困难吗？是这样的，在时间回溯玩法中，玩家通过装置回溯时间，穿梭在2个风格迥异不同的时代。过去的黄金式辉煌宏伟，而现在的纷争式变得破败衰落。因此，一个地图需要做出2种完全不同的形态，其中需要体现出时间的流逝，而不是单纯做一个场景昼夜形态这么简单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地图的设计成本会增加到原来的2倍。不止，因为时空回溯同时兼顾了叙事和解谜，丰富了谜题的复杂度和趣味性。但相对的，场景的结构本身也要跟玩法深度贴合。美术常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设计和想法，但很多想法都为了玩法做出了妥协。不过，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各种困难，完成了地图的搭建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，玩家的剧情体验将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虽然现在的我们看不到，但想必1年后的你一定交出了一份精彩的回答。但愿吧，既然都已经做时光胶囊了，你有什么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的吗？我想想，
说起来，我最近经常有一些致富的好点子。那就问问未来1年里的我暴富了吗？有没有升职加薪？是不是已经不用上班了？在这次采访中，我们打卡了阿基维利也未曾到过的领域，见证了这些创作者们如何不舍昼夜地为这个世界添砖加瓦。这中间曾有过磨合，曾有过取舍，也曾有为自己天才创意而兴奋的雀跃。他们把这些匠心浓缩成为一份名为《翁法罗斯》的礼物，献给所有玩家。在采访的最后，我们问了这些创作者想对玩家说的话，这是他们的答案。所以致富的思路到底是什么啊？我还是坚持配色是白金的。感兴趣的玩家们可以尝试破译我们的泰坦语呀。昼夜不停地做昼夜的场景，以至于没有了昼夜的概念。最后祝您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。